1956年，一个叫 Earl Nightingale 厄尔南丁格尔的美国电台主持人录了一段20多分钟的演讲，他没打算卖，只想给手下的销售员当训练材料用。几个月后，这段录音成了人类唱片史上第一张销量过100万的金唱片，它的名字叫《最奇怪的秘密》。让这段录音真正击中人的不是金句，是开头那一组冷得发凉的数字。南丁格尔说：“你随便挑100个25岁的美国年轻人，这一刻每个人眼里都有光，都觉得自己将来差不了。然后把时间快进40年，看65岁那天他们站在哪里。一个真的有钱了，4个达到财务自由，5个还在继续工作，剩下54个破产，靠子女，靠教会，靠救济过日子。每20个怀着体面期待出发的人里，19个最后落到了自己年轻时根本不愿意想象的位置。注意，这不是穷人的故事。1956年的美国有1400万65岁以上的人，其中1300万在经济上依赖别人。在地球上当时最富的国家，在人类有史以来物质最好的年代，绝大多数人活成了自己根本没预料到的样子。那道把5%和95%隔开的线到底画在哪里？南丁格尔做的第一件事呢，是把成功这个词重新装一遍。他说，成功不是某个终点，不是某个数字，不是某种身份，成功是渐进地实现一个有价值的理想。一个人只要正在往一个自己想清楚的目标走，他此刻就是成功的。反过来，不管你现在拥有多少东西，只要你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你此刻就是失败的。这个定义听起来温和，其实非常狠。他把成功从是不是改成了在不在路上。它意味着开加油站的人和开公司的人可以一样成功，前提是开加油站那个人是真的想干这件事。它也意味着一个年薪100万但根本没想过自己为什么去上班的人，在他的定义里跟真正的失败者没区别。最不留情的是这一句：“我现在还小，我还在等机会，我条件还不够。”这些话全都失效了。你要么此刻已经在朝某个地方走，要么你没在，中间状态不存在。那为什么20个人里只有1个真的有方向？南丁格尔引了心理学家 Rollo May 的一句话作为诊断：在我们这个社会，勇气的反面不是懦弱，是从众。他举了一个让人不舒服的例子：有人做过一个调查，问上班族：“你为什么去上班？”20个人里有19个答不上来，最后给出的解释几乎一字不差：因为大家早上都去上班。这就是95%这群人的真实状态。他们不是被生活打败的，他们只是从来没真正决定过自己要做什么，默认接管了所有人都在做的那件事。南丁格尔给他们起了个词 outer directed， 被外部牵引的人。他们相信生活是被环境塑造的，被偶然事件决定的，被别人的期待框住的。在这种相信里，做选择这件事根本不会发生，因为选择权从一开始就不被认为存在。讲完诊断，南丁格尔就给出了这段录音，这句被记住70年的那句话：我们成为我们所想。他自己也知道这句话听上去太轻，所以做了一件很老派但有效的事，把这个命题在思想史上的所有出处依次摆出来。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在《沉思录》里写：一个人的人生由他的思想塑造。爱默生写：一个人就是他整天想的那个东西。心理学之父 William James 说：我这一代最伟大的发现是人类可以通过改变心态来改变人生。萧伯纳更直接：人们总抱怨环境，我不信环境。能成事的人是去找他们想要的环境的人，找不到就自己造一个。把这一长串名字摆在一起，南丁格尔想说的不是看，他们都同意我。他想说的是另一件事：过去2000年里，几乎所有真正花时间研究人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人，最后都收敛到了同一个答案上。一条结论被互不相识、文化完全不同的人在2000年里反复独立得到，所以它至少不太可能是错的。但这句话今天最容易被误读的地方也恰恰在这里，它不是说你想要什么就会得到什么，他说的是一件冷得多的事：你长时间把注意力放在哪里，你就会慢慢变成那个东西。想着恐惧的人身上会长出恐惧的形状，想着混乱的人生活会变成混乱，想着一个具体目标的人会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的每一个动作都对齐到那个目标上。这不是魔法，这是注意力对行为的复利。为了让这条规律落地，南丁格尔讲了一个农夫的比喻：一个农夫有一块好地，这块地给他一个选择，种什么由你定，土地不挑。他手里有2颗种子，一颗玉米，一颗颠茄，一种致命的毒草。他在地上挖2个坑，把2颗种子都种下去，
浇水等，土地会发生什么？它会同样认真地把两株植物都长出来。它不会因为颠茄是毒就拒绝长它，也不会因为玉米能养活人就长得格外卖力。土地不在乎，它只负责返还你播下去的东西。南丁格尔说，人的心智和这块土地一模一样，只是更肥沃、更不可思议。你播一个清晰的目标，它返还给你一个朝那个方向慢慢成型的人生。你播混乱、焦虑、对失败的反复预演，它同样诚实地返还给你一份混乱、焦虑、不断兑现的失败。心智不审稿，它只执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成为我们所想，不是一句安慰，是一条让人后背发凉的规律。它意味着你今天大部分时间在脑子里反复播放的那个东西，无论你愿不愿意，正在被你的大脑当作种子认真培育。讲到这里，也许聪明的你想起了吸引力法则。南丁格尔也很清楚自己快滑进这个危险地带了，所以他立刻补了一刀，把这条线画清楚。他说，大多数人想赚钱这件事逻辑是反的，他们以为成功的定义是赚到很多钱，所以拼命去得到钱，但真相是反过来的，钱是成功的副产品，成功是服务的副产品。一个人能赚到多少钱，几乎是物理定律般的等于他向其他人提供了多少有用的服务。他举了个让人想笑又想叹气的比喻，很多人对待人生的姿势就像一个人坐在炉子前对炉子说，你先给我热，我再加柴。有几百万人正以这个姿势活着。这一段是整篇里最容易被速成励志号删掉的部分，因为它是如此的不励志，但它恰恰是南丁格尔这套东西不沦为吸引力法则的关键。他在这里悄悄给我们成为我们所想加了一个边界条件，你想的那个东西必须是一个对别人有用的目标。一个只想着自己拿到什么的人，心智土地里长出来的是焦虑；一个想着自己能给出什么的人，心智土地里长出来的才是南丁格尔说的那种好运似乎自动找上门的状态。最后，南丁格尔让所有听众做一件事，一个30天实验。第一，在一张卡片上写下你此刻最想要的那一件事，必须是单一的、清晰的、具体的。第二，把这张卡片随身带着，早上看一眼，白天看几次，睡前再看一眼。第三，从今天起，每一次有恐惧、自我怀疑冒出来的时候，立刻把它换成卡片上的那个画面。第四，这30天里，无论你的工作是什么，都比平常多给一点，不是疯狂加班那种，是刻意多给一点的那种。因为你要亲眼验证一遍回报和付出成正比是不是真的。中途破功了没关系，从那天起重新记30天，直到你能不间断地走完一次。他没承诺你30天后会变成富翁，他承诺的是另一件事。30天后你会发现，你已经不在原来那95%的人群里了。仅仅因为你现在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你就已经自动归到那5%里。不是因为你做到了什么，是因为绝大多数人从来没走到知道自己要去哪里这一步。把时间拉回今天，1956年那个时代离我们已经很远了。南丁格尔在演讲里反复说，我们生活在地球上最富裕的土地上。这种语气现在听起来甚至有点天真，但奇怪的是，把那些时代痕迹剥掉之后，他诊断的那个东西，大多数人不是被生活打败，是从未真正开始过自己的生活。今天反而比1956年更准，因为1956年的人至少还要花大量时间应付生存，今天的我们不用了。生存门槛被压到了人类历史最低点，但注意力市场被推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度。一个2026年的年轻人不需要担心饿死，但他每天醒着的16个小时里，有10几个小时的注意力被外部接管，推送、短视频、群消息、热搜，别人正在过的生活。南丁格尔说，我们成为我们所想。今天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是在想什么，他们是在被动地接收别人塞进来的画面，然后用这些画面在自己的心智土地上播种。如果心智真的像南丁格尔说的那样，会忠实地返还任何被播种的东西，那今天大多数人的人生形状其实和他们刷完手机、放下手机时脑子里残留的那一团东西高度一致。这也是为什么这段70年前的录音今天重听依然让人不舒服。它不是一段励志演讲，他是一个很冷静的人，在唱片技术刚成熟的那一年，用大众媒介第一次完整的把一条本来只在哲学家书里出现的规律说出来，然后告诉所有听到的人，这条规律对你也成立，无论你愿不愿意。他不需要你信，他只问你一件事：你最近1年大多数时候在想什么？那个东西就是你正在变成的样子。
南丁格尔在录音里说，他找了20年才找到这把钥匙。今天我们听这段录音，只要20多分钟，剩下的事他帮不上忙。如果这一期对你有用，点个赞，订个阅，下期见。有梦想就去追，因为勇敢，我的人生更精彩。